秦无言笑着从房梁上跳下来。小爷我就算是做了良圣君子，今天也是给你送好事过来的。他倒是一点也不客气，说完之后就不请自坐。顾青青觉得他这么和秦无言在房间里说话不妥当，于是请了秦无言去偏厅里坐。不知你有什么好事要告诉我？看一下这个。顾青青打开一看，只见画的好像是山还有河流什么的。这是什么？上次你告诉小爷我那个桃花糕的配方，小爷我用它赚了不少的银子，这礼尚往来，小爷我今天也给你送一样好东西。所以这就是你送我的好东西？不错。秦无言看着顾青青的表情，当然知道她在想什么。你可别小瞧了这张纸，这上画的是地图，小爷我看着上面画的几个山头都不错，这地方就在京城的郊外。原本这地方的位置还算偏僻，不过据小爷我得知，这地方不久后要重新修2条官道和1条水道，一旦将这个地方修通，到时候这几个山头就值钱了。现在还没几个人知道这个消息，你可以先去买下来，保证稳赚不赔。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将那几个山头给买下来呀？你怎么知道那几个山头要修路？还有那几个山头真要稳赚不赔，你怎么不自己买？哼，小爷我手上的生意多的是，不差那点儿。再说那个桃花糕，你让小爷我赚了不少的银子，礼尚往来嘛，小爷我就好心送给你这份人情了。顾青青又看了一下手中图纸。小爷我可是把赚钱的法子都告诉你了，去迟了就不一定有了。谢了。对了，小爷我再提醒你一句，想买的话最好这2天就去。顾青青决定明天叫上小顺子，带着莫离一道去图纸上画出来的地址附近去看看。要是那几个山头真的不错的话，他就打算把那几个山头都买下来。顾青青觉得那几个山头的地形看起来都挺适合种茶树的，就是不知道土壤合不合适。刚刚在顾青青怀里还很是乖顺的小狐狸，突然一下窜到桌子上。顾青青惊了一下，这小狐狸又一下窜到了秦无言的怀里。哼哼，我还当这个小东西见了你就不认主了呢。你还说呢，当初你不是说就把这小狐狸养在我这儿几天吗？我可是好吃好喝的帮你伺候了它大半个月呢。中途有点事耽搁了。看着在秦无言怀里蹭着他袖子的小狐狸，顾青青突然想起来，跟前的这位可是当朝的侯爷，那朝中的事他肯定也知道啊。楚怀胜要成亲的事情你可听说了？刚刚你如此目不转睛的盯着小爷我瞧，就是想问这个。小爷我还以为你总算是发现小爷我长得比那个姓徐的小白脸长得好看了。说吧，你想问那个姓楚的什么事啊？这么说来你也听说了此事。楚怀胜那个老头这几天在京城广发帖子，小爷我就算是不知道那也知道了。你可听说了楚怀胜要娶的那位萧夫人的事情？你想打听那位萧夫人？不错，我想知道那位萧夫人的事，不知道你知道多少？那姓萧的老头一把年纪了还不闲着，如此处心积虑也不怕养虎为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可知楚怀胜要娶的那位萧夫人的真实身份？她不是那位萧丞相侄子的夫人吗？那位萧老头处心积虑的让那位萧夫人嫁给楚怀胜，你以为他的身份就那么简单？这么说来，那位萧夫人还有别的什么身份？你可还记得那位瑞王？不是在说萧夫人吗？你说瑞王府做什么？你不是想知道萧夫人另外的身份吗？难道和瑞王府有关？顾青青看着秦无言，顿时了然了。难怪呀，要是那位萧夫人和瑞王府有关系的话，那就能说得通萧丞相为何会处心积虑让萧夫人嫁给楚怀胜了，同时也能解释为何楚怀胜会毫不避讳广发请帖，弄得京城人尽皆知。萧夫人还是瑞王的妹妹？什么？她竟是瑞王的妹妹？瑞王是当今皇上的兄弟，
那萧夫人的身份岂不是当今公主？萧夫人虽然是当今瑞王的妹妹，但是倒不是和瑞王是一母同胞的妹妹。不是一母同胞的妹妹？难道萧夫人是别的妃子生的？萧夫人本来是宫里一位不受宠的妃子所生，后来那位妃子却不知犯了什么事，被打入了冷宫后，萧夫人就被过到了瑞王的母妃名下养着。这么说来，瑞王的母妃只是萧夫人的养母。不错。虽然萧夫人不是瑞王一母同胞的妹妹，是宫里不受宠的妃子所生，但是萧夫人的身份也确实是当朝公主。据我手下人查探得知，萧夫人以前还没有嫁人的时候曾对皇上有恩，皇上也一直记着萧夫人当年对她的情分。那看来楚怀胜突然升官解除禁闭也是和这位萧夫人有关了。因为萧夫人曾经对皇上有恩，所以萧夫人要给楚怀胜，皇上就顺水解除了楚怀胜的禁闭，同时还给楚怀胜升了官职。如此一来，就所有的事情都能想得通了。秦无言走后不久，叶无痕也去查探消息回来了，只是叶无痕还没说完，就已经提前被顾青青说了他刚去查探到的消息。夫人，这些你都知道了？你查到的这些，刚刚已经有人告诉我了。夫人，属下去查探萧夫人的消息的时候，意外的还发现了另外的一件事。另外的事？难道那位萧夫人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这倒不是。不是萧夫人，难道是楚怀胜？夫人，我查到那个楚怀胜好像和武平侯府的二夫人暗中私下有勾结。你说什么？你说楚怀胜和武平侯府的二夫人有问题？那楚怀胜不是要和萧夫人成亲了吗？他怎么又和武平侯府的二夫人勾搭在一起了？他可当真是一点儿也不闲着。还有，招惹武平侯府的二夫人，他就不怕此事被武平侯发现？更何况现在他要和萧夫人成亲，此事要是被萧夫人知道，那楚怀胜怕是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吧。我今天去查楚怀胜的时候，我发现武平侯府的二夫人身边的下人去找过楚怀胜。那丫鬟离开的时候不是从楚府的正门走的，而是被楚怀胜安排人偷偷从楚府的角门走的。你除了看见那位丫鬟被楚怀胜从角门送走之外，可还有查到什么？属下暂时还没有去查。夫人，若是你想知道这事的话，那属下现在就去查。你去查一下，把武平侯府那位二夫人和楚怀胜的事查清楚再来告诉我。安排了叶无痕去查此事，将秦无言今天给他的那张图纸拿了出来。顾青青看着手中图纸，秦无言说要快，所以他打算明天一早带着莫离去看一下，要合适的话他就买下来。根据图纸上的地址，顾青青毫不费力找到了那个地方。顾青青看了一下，秦无言那家伙确实没骗他，这个地方的几个山头确实很不错，除了有些路不好走荒僻之外，这个地方的山头不仅土壤肥沃，坡度也很适合种植茶树。要是把这几个山头买下来种茶树的话，那倒是很不错。顾青青今天是带足了银票过来的，看中之后问了价钱，确实不是很贵，最后才用了几千两，顾青青就买下了3个大的山头和2个小的山头。满意的看着手中的地契，很顺利把山头给买下来。顾青青收好地契之后，见天色不早，于是和莫离一起下山回到了徐府。他今天去山上累了一天了，浑身都乏，歇了好几天之后他才缓过劲儿来。也就是在这几天，离开10来天的徐行终于回来了。顾青青听说徐行回来，忙跑出去看，只是顾青青没想到徐行怀里竟然还抱了个女人，那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飞烟。看着眼前的一幕，顾青青猛地停下来，整个人都愣住了。徐行也在这时突然看过来，2个人目光相对。徐行刚要开口说什么，顾青青接连往后退了好几步，转身就往回跑。听见徐行在身后叫他，顾青青脚下的步子却没停，手臂突然被人抓住。青青，你听我说啊！放开！突然顾青青的目光
看见了徐行的袍子，顿时整个人都怔住了。血？怎么那么多血？青青，刚才的事情不是你看见的那样，我和飞燕姑娘什么事都没有。飞燕姑娘在帮我查案的时候受了重伤，我身上的血全是她的。现在她昏迷不醒，还请你随我去救一下人。徐行已经提前安排人将那位飞燕姑娘送去了客房。顾青青跟着徐行过去的时候，飞燕已经被放到了床上。顾青青走到床边，看见那位飞燕姑娘的衣裙上全都是血，粗略地帮那位飞燕姑娘检查了一下。我已经让人简单的帮她处理了一下伤口。顾青青现在需要立刻帮这位飞燕姑娘检查身体，穿着衣服，顾青青也不能确定她伤势到底如何。于是她看向徐行：青青，你给她医治，我留2个丫鬟在屋里帮忙。还有需要用的草药我已经提前吩咐人备下了些，你看这箱子中的都是。徐行从屋里退出去，同时也把屋里的其他男人一并带出去。现在屋里就只剩下顾青青和2个丫鬟。当顾青青看见女子的伤口时，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伤口全部都像是被打了一个小洞，每个伤口都很深。不敢再耽搁，顾青青动作麻利地开始给这位飞燕姑娘上药，接着再给她缝合伤口。终于帮她缝合完身上所有的伤口，顾青青又叫下人去打了一盆水过来，吩咐丫鬟简单把飞燕姑娘身上的血渍给清理一下，把衣服给这位飞燕姑娘换上，又重新把被子盖在她的身上。顾青青这才让人把门打开。徐行一直站在外边，顾青青见徐行走进来，也没同他说话，倒是徐行走到他跟前来问：青青，飞燕姑娘身上的伤如何了？伤口已经都缝合好了，不过她失血过多，又受伤过重，能不能醒过来还不好说。小媳妇坐在桌子前写着药方，徐行没离开，站在小媳妇身边看着她。等到小媳妇写完放下笔，不等顾青青开口，徐行一个眼神就有下人过来把顾青青手中的药方接过去。徐行吩咐人下去抓药，下人离开之后，顾青青也没理徐行。飞燕姑娘这边现在暂时没有需要顾青青的地方，她就打算走。刚出去就和带着顾宁秀过来的沈氏2个人撞上了。青青，娘听女婿说飞燕姑娘受了重伤，你在帮她医治，怎么样了？那位飞燕姑娘的伤势如何了？娘，大姐既然已经帮那位飞燕姑娘看过了，想来应该也没事了吧。娘，青青说飞燕姑娘受伤过重，能不能醒过来并不好说。这么说来，那位飞燕姑娘她……女婿啊，你这一路舟车劳顿，肯定是累坏了。这样吧，飞燕姑娘这边有娘呢，娘会帮忙照看的。你和青青回屋里头去歇着吧。啊，沈氏主动把照顾飞燕姑娘的事情揽过去。顾青青当然知道她娘的用意。娘，那我和青青就先回屋了。回吧，这有娘呢。顾青青刚回屋里头，青青，我抱飞燕姑娘下马车，只是因为她重伤昏迷，现在还生气吗？顾青青没有说话。其实这么多天，飞燕姑娘并没有一直跟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查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些天，飞燕姑娘不是一直在你身边做事吗？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问徐叔。徐叔？这又和徐叔有什么关系？青青，飞燕姑娘虽然确实在帮我查案，但是飞燕姑娘只是偶尔回来府上找我汇报，我并没有把她带在我的身边啊。那她好几次来徐府，不是等你和你一起离开的？她好几次来徐府，只是过来找我问话，问完话她就离开了。那次在回春堂，她也是和你一起过来的。那次她虽然是和我一同去的回春堂，是因为我去找你，她正好来找我问话，并不是和我一起过来的。可是你说飞燕姑娘帮你查案，都是和你。这是我骗你的。青青，我没有同她一起去查案，她也没有一直都在我的身边。顾青青整个人还没回神。青青，现在还生气吗？可是你刚刚回来是抱着她下车的。其实顾青青也不是真的生气，在知道飞燕姑娘身受重伤，
徐行才抱她下车的时候，顾青青就不生气了，要不然她也不会什么都没问就去给飞燕姑娘治伤了，只是想到徐行竟然故意骗她。既然你不是每天都和飞燕姑娘在一起查案，那为何要骗我？青青，你看见我和飞燕姑娘在一起你会生气，那我看见你和那个姓秦的在一起我也会介意啊。他怎么都想不到徐行故意那样说，竟然会是因为秦无言。相公，我和秦无言那不一样，我和秦无言只是单纯的做生意的关系，我见秦无言也是坦坦荡荡的。再说了，秦无言可是侯爷，他侯府那么多女人，他忙都忙不过来呢，他怎么会对我有想法？顾青青从来也不认为秦无言真的会对他有什么，虽然秦无言那个人嘴上有时候会胡说八道。青青，你会介意飞燕，那我也会介意那个姓秦的。顾青青之前没有想那么多，现在听了徐行的话，顾青青看着他愣了愣，顿时就明白了徐行的感受。相公，我见秦无言那都是坦坦荡荡的。青青，那你为何看见我和飞燕姑娘在一起会生气啊？相公，我和秦无言做生意坦坦荡荡，秦无言救过我的命，我也给他治过伤。除了我和他是做生意的关系，我也拿秦无言当朋友。顾青青眼神真诚，目光也坦荡。你是我相公，秦无言是我认识的一位朋友，你们是不一样的。顾青青说完，抱着徐行的脖子就主动亲上去。就在顾青青准备退开的时候，徐行反客为主，扣住了她的身子亲下来。屋外传来下人的敲门声。夫人，飞燕姑娘醒了。你说飞燕姑娘醒了？刚醒的。走吧，我和你一道过去看看。顾青青到了之后，闺女，你来了。我听说飞燕姑娘醒了，过来看看。刚醒，还要了点水喝。顾青青再次给飞燕姑娘检查了一下伤势。夫人，别动，你身上的伤太重，还是躺着吧。顾青青见飞燕想说话，你想说什么？飞燕姑娘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就突然昏了过去。哎呀，她怎么又晕了呀？娘，飞燕姑娘的药下人可先给她吃了。我已经让丫鬟喂过她了。娘，行了，这边留2个丫鬟照看就行了，我们还是先出去吧。她现在需要休息，等她睡上一晚，明天早上就会再次醒来。沈氏跟着顾青青从屋里走出去，见四周没人，闺女啊，娘可听说了，女婿这次可是亲自抱着那飞燕姑娘回来的，这女婿和他们该不会……真实的原因顾青青也没有对沈氏说。娘，你就放心吧，相公和飞燕姑娘什么事情都没有，你也不要再多想了。可是娘听说女婿是亲自抱着那位飞燕姑娘下的马车，要是女婿真的和那飞燕姑娘什么事都没有，那他怎么会亲自抱着飞燕姑娘从马车上下来呢？当时车上又不是没有别的人，娘可听说了，女婿当时下车的时候带着好几个侍卫呢，除了侍卫，那不是还有一个赶车的车夫吗？那么多人都能抱个女的下车，为何女婿偏偏要自己抱着那个女的下来？今天沈氏主动提出来留下来照看那位飞燕姑娘，也是不想自己女婿和那位飞燕姑娘再有过多的接触。娘，相公抱那位飞燕姑娘下车，那是因为她身受重伤，再则那位飞燕姑娘还是为帮相公查案才受的伤，相公将她从马车上抱下来，她连命都快没了，他们能有什么关系？娘，行了，飞燕姑娘和相公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你也别再胡乱猜忌了。还有，那位飞燕姑娘往后我会安排府上的下人去照看她，你就不用去了。七七那个丫头年纪还小，娘你还是好好照看七七吧。顾青青送走了沈氏，再次回到屋里，徐行身上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袍子，这会儿他的手中正拿着一本书在看。回来了。你刚刚在看什么？没什么，只是一本游记。这本游记是魏大哥送我的，随便看看。顾青青走到桌子旁边坐下，
好奇随手翻看了一下徐行刚刚看的书。这本书记录了不少地方的风土人情，就连周边的小国也都有记载。顾青青对这样的游记倒是没有多大的兴趣。青青，飞燕姑娘身上的伤怎么样了？相公，刚刚飞燕姑娘好像要和我说什么，但是我凑近了听，她却再次昏睡了过去。不过你就放心吧，她既然已经醒了，命也就算是保住了，只是她伤得太重，又失血过多，需要休息，这才晕了过去。徐行点点头，没有再问。对了，相公，我见她身上的伤好像是被什么又钝又尖锐的暗器所伤，她身上的每一个伤口都好像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个小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暗器，竟然能将飞燕姑娘伤得如此之重。青青，飞燕姑娘身上的伤是先中了暗器后才被人砍中一刀后背的。你说的不错，伤她的暗器确实是一种又钝又尖锐的利器。你看这个。他伸手想要拿这东西，却被徐行拦了下来。别碰，这个东西异常锋利，小心受伤。顾青青也没有再去碰那个东西，终于明白飞燕身上的伤怎么会那么重了。说完飞燕姑娘的事儿，顾青青还想和徐行说一下秦无言的事儿。犹豫了一下，顾青青这才看着徐行开口：相公，我还想和你说一下秦无言的事。徐行看着他：我和秦无言有生意合作，我也拿他当认识的朋友，我们以后肯定是还会再见面的。但是我答应你，除了有事和必要的时候，我才会去见他，可以吗？好。徐行突然答应了。相公，你怎么……小傻子。小媳妇儿今天下午都主动对他说那样的话了，徐行又怎么会再介意那个姓秦的？青青，过来。顾青青走到徐行跟前，徐行将他整个人抱入怀里。再亲我一次。顾青青在徐行的唇上亲了亲，徐行却扣着他，撬开他的唇。顾青青被徐行亲完，整个人都有点累。想到徐行之前说的话，顾青青就算起旧账。相公，你说徐叔都知道飞燕没有跟在你身边一起做事。那为何之前我把徐叔叫过来问话，徐叔说的是飞燕姑娘一直跟着你？徐行干咳了一声，倒是没出声。徐行见小媳妇儿恼了：青青，徐叔是我的人，他自然只会听从我的吩咐。徐行这次离开和小媳妇儿分开了小半个月，宿了半个月的他，让顾青青觉得这个男人怕不是这一晚上就想把之前的半个月都给补回来吧。都怪徐行，顾青青白天一整天都没有起来，等他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听见门外开门的声音，顾青青见是徐行从外面回来，他身后还跟着好几个下人。丫鬟把饭菜放下，就从屋里退了下去。青青，我另外叫厨房给你准备了一些吃的。顾青青看了眼桌子上的东西，都是她爱吃的。青青，这些饭菜都是我吩咐魏婶单独给你做的，你不是喜欢吃魏婶做的饭菜？你尝尝看，这个汤合不合胃口？顾青青穿越到这边来后，吃过的东西也就魏婶和二哥徐安的饭菜做得好。想到徐安，对了，相公，我忘了告诉你了，徐叔这次安排那些人去接二哥，并没有将二哥和娘他们找到。按理说，要是二哥他们真的来京城的话，这么久了也该到京城了，可为何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青青，二哥他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你已经知道了？徐叔已经查到了二哥和娘他们的消息。二哥和娘他们原本前几天就应该到京城的，只是因为小山在途中突然生了病，二哥和娘他们为了小山，就在附近的农户家找了一个地方先住了下来。小山病了，没事吧？别担心，小山的病已经好了，二哥和嫂子应该这2天就会到京城。徐叔安排的人也已经将二哥和娘他们都给找到了，现在徐叔的人都在那边，到时候徐叔会安排马车和人手去接二哥和娘他们过来的。这么说来，
徐叔的人第一次去找二哥他们的时候，正好小山生病，所以二哥他们没有再继续赶路，而是去找了农户借住。小山当时发烧，要是再继续赶路的话，小山的病情势必会加重。二哥和娘只能先停下来给小山看病。二哥和娘要给小山治病，他们在到京城赶路的途中，周围也没有城镇，二哥只得带着小山去附近的小村子找了一个大夫。小山病得不轻，找了大夫后，二哥和娘怕小山的身子受不住才赶路，就给了银子，在农户家里暂时住了下来。难怪徐叔第一次安排人去，没有将他们找到，原来就是小山生病，暂时住在了农户家里。徐叔手下的传了消息回来，现在二哥和娘他们都在赶来的路上，就在这2天，二哥和娘他们就会到京城来。娘和二哥他们住的屋子，我已经安排下人准备妥当了，到时候等他们过来就可以直接住。今天白天顾青青睡了一天，徐行却起来得早，不知道飞烟姑娘醒过来没有。吃完了饭，顾青青决定去看她一下。夫人，奴婢今天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早中晚各一次给飞烟姑娘喂了汤药了，只是飞烟姑娘今天白天基本一直都在昏睡中，奴婢喂给飞烟姑娘的汤药洒了不少。顾青青上前给飞烟姑娘把了把脉，当即一惊，脉象怎么越来越弱了？今天白天你们可有给飞烟姑娘吃过任何东西？啊，这……顾青青看着丫鬟的模样，顿时明白过来了。这么说来，今天一天你们并没有给飞烟姑娘喂过任何吃的？夫人，不是奴婢们不给这位飞烟姑娘喂吃的，而是飞烟姑娘她一直都昏迷不醒，她昏睡着呢，奴婢们也没法子给她喂吃的呀。飞烟姑娘虽然昏迷，但是你们可以适当的喂给她一点汤水。奴婢知道了，夫人。这样吧，我屋里还有半盒灵芝，一会儿我会让莫离将灵芝送去厨房熬汤，等灵芝熬成了汤，一会儿你们就把这灵芝汤喂给她喝。是，夫人，奴婢知道了。顾青青吩咐完丫鬟，随即又让身边的莫离去她屋里将那半盒灵芝给送去厨房。顾青青留下2个丫鬟继续在这边守着。正要出门，就看见门外进来2个男人。徐叔，见过夫人。你也是来看飞烟姑娘的？夫人，飞烟姑娘到底不管怎么说都是我手底下的人，如今飞烟姑娘身受重伤，我自是理应过来看一看。我已经给她医治过了，可她身子还很虚弱，需要好好休养，不过好歹命算是保住了。夫人，飞烟的伤有劳夫人你了。那你去看飞烟姑娘吧，我就先走了。顾青青带着下人就要走。夫人，等等。怎么了？还有事吗？夫人，飞烟姑娘身边有一位旧仆，这位旧仆叫刘妈妈，这些年一直都是刘妈妈在飞烟姑娘的身边伺候。听闻飞烟姑娘受了伤，刘妈妈惦念着旧主，想来伺候飞烟，老奴不敢擅作主张，还请夫人示下。既然刘妈妈是跟在飞烟姑娘身边的旧仆，她惦念旧主，就让她进府来伺候吧。那老奴先替刘妈妈谢过夫人了。顾青青刚带着莫离离开。夫人，对了，我还没有告诉你，飞烟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要说。今天飞烟姑娘刚醒来，就好像急着要说什么。下人本想去请你和公子，只是公子还没有过来，她又再次晕了过去。顾青青不由得再次出现昨天飞烟姑娘晕过去前，也好像是有话要对她说。飞烟姑娘连续2次醒过来都着急要说什么，莫非她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想要告诉徐行？顾青青回屋之后就把这事儿给徐行说了。青青，我下午去看过的。相公，今天飞烟姑娘2次醒来都急着想要说话，你说她莫不是还有什么要紧的证据要告诉你？到底她要说的是什么呢？青青，飞烟姑娘想要说什么，一切等她醒来后不就知道了。顾青青觉得有道理呀。说到案子的事儿，这次徐行离开小半个月，飞烟姑娘还受了重伤回来。相公，案子的事你们可查到证据了？这段时间我查到了些眉目，
还有飞燕姑娘也交了一个重要的证据在我手上。这么说，飞燕姑娘在她昏迷之前就把证据交给你了？我带去的人迟了一步，我将飞燕姑娘救下的时候，她就已经受了重伤。当时看见我，她就把身上的证据拿了出来，交到我手上。不知伤了飞燕姑娘的究竟是何人？案子的事儿，徐行倒是没有和顾青青说得很明白。青青，这么晚了，你还是早点歇着吧。相公，今天你没有去大理寺，那你明天是不是就要去大理寺做事了？青青，我现在手上这个案子刚有眉目，明天我会继续顺着线索追查这个案子，暂时不必去大理寺。这么说，你还要再离开？青青，这次我不用从京城离开，就在京城附近查。徐行第二天一早就出去了，飞燕姑娘也在徐行出去之后不久就醒过来。顾青青听闻下人来报，当即带着丫头走过去。夫人，徐大人呢？你要见相公，不知你有什么事要对他说？夫人，飞燕要告诉徐大人的事，必须要当面对他说，还请夫人将徐大人给叫过来。不瞒你说，相公今天早上一早就出去了，现在并不在府中。徐大人出去了？夫人，此事事关重大，要是迟了就来不及了，还请夫人快将徐大人叫回来。顾青青下意识看了看旁边的莫离。夫人，要不我让叶大哥去找公子。顾青青见飞燕面上的表情，也知道看来这件事情确实事关重大，于是叫来叶无痕吩咐道：你现在去找相公，告诉他飞燕姑娘醒来，有急事要对他说，让相公早点回来一趟。叶无痕得了顾青青的吩咐，就立马消失了。顾青青回头看着躺在床上的飞燕姑娘，我已经安排了人去叫相公了，相公听到消息后会回来的。叶无痕办事的速度倒是快，不到半个时辰就把徐行给找回来了。顾青青站在门外，飞燕姑娘口中的话要单独对徐行说。顾青青听见开门的声音，当即上前道：相公，飞燕姑娘到底对你说了什么？青青，这事儿事关紧急，以后我再同你细说，现在我必须要出门一趟。来不及多说，徐行当即就带着人匆忙地走了。看着徐行刚刚着急离开的模样，顾青青也暗忖，看来这件事情确实事关重大，要不然徐行也不会听了之后就如此匆忙地走了。徐行走后，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徐行一回来就倒床就睡。徐行睡了起来，顾青青叫人提前备好饭菜，就等着徐行起来吃。相公，昨日飞燕姑娘到底与你说了什么？你为何一听到就立刻跑了出去？青青，飞燕告诉我有人要杀定北王府上的老王妃。什么？有人要杀定北王府的老王妃？或许是顾青青面上的反应太过大了些，徐行也有点诧异。顾青青想到上次曾经在秦无言府外看见过的那位老王妃。现在呢？现在那位老王妃怎么样了？现在老王妃已经被荣亲王安排的人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她暂时并不会有危险。说到那位老王妃，他还记得当时第一眼看见那位老王妃，就发现那位老王妃和徐行很像。顾青青若有所思。青青，你在想什么呀？相公，你今天可见到那位定北王府的老王妃了？青青，今天我只是匆忙带人去了荣亲王府上，不过至于那位定北王府的老王妃，我并没有见过的。徐行并没有看见那位老王妃，难怪了，要是徐行见过那位老王妃的话，面上的表情就不会是如此的从容淡定。毕竟当时顾青青可是一眼就发现那位老王妃和徐行长得有点像，要是徐行发现那位老王妃和他有相似之处，肯定也会吃惊的。自从提到那位定北王府的老王妃开始，小媳妇儿就开始有点反常了。青青，你好像对定北王府的老王妃很感兴趣啊。有吗？你见过那位老王妃？他什么都没说好吧，徐行竟然这就看出来他见过那位老王妃了。
看来你应该是见过他。我上次在秦无言的府外看见过一次，我还让叶无痕去查了一下他的身份。你让叶无痕去查过他？你为何让叶无痕去查他的身份啊？也没什么，就是当初离开秦府的时候，突然看见那位老妇人，觉得很眼熟，就顺便让叶无痕去查了一下。可能以前我在京城别的什么地方看见过那位老王妃，所以才会觉得眼熟。徐行看了小媳妇一眼，打量了片刻，倒是没有再说什么。相公，你不是说二哥他们就这2天就要到了吗？怎么还没有来呢？青青，忘了告诉你此事了。徐叔前天告诉我说，二哥他们可能会有事耽搁，要再等几天才能来。还要再等几天？为何还要再等几天？小山身上的病不是已经好了吗？难道是小山的身子还没好？小山的身体已经没事了，别担心。那既然小山的病已经好了，为何还要再耽搁2天？青青，这事可能跟娘和爹的和离的事情有关，还是等二哥他们过来我们再细问吧。徐行这样说，顾青青这下也就没有再多问了。除了顾青青问，召集二哥和梁氏他们来的人还有五弟徐明轩。这不，今天早上吃过早饭，徐明轩又忍不住问了一句：轩哥啊，你也别着急嘛，指不定今天亲家和你二哥他们就来了呢，这谁也说不准。娘，二哥他们应该还要再等几天才会来。还要再等几天？为什么？相公说这次是二哥有事要耽搁几天，可能这事还和咱们爹娘和离的原因有关。这怎么会和爹娘和离的原因有关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五弟，此事等二哥和娘他们来了不就知道了吗？顾青青看得出来，五弟徐明轩并不想他娘和爹和离的，只是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也只能暂时先等二哥他们过来再说。除了二哥的事儿，这几天顾青青每天都安排下人给飞烟姑娘炖了补身子的汤送过去。在徐府养了几天，飞烟姑娘身子好了些，算着时间，今天要给飞烟姑娘的身上换一次药。顾青青换药的时候发现，飞烟姑娘的伤口愈合的比她预计的还要好些。上完了药，下人来报：夫人，徐二公子他们来了。顾青青面上一喜，一听二哥他们来了，顾青青当即带着丫鬟走出去。顾青青到的时候，果然在前院看见了梁氏和二哥他们。三嫂，顾青青摸了摸徐小山的脑袋。弟妹。顾青青笑着叫了梁氏和二哥。二嫂，弟妹。三嫂，小山想你和三哥了。娘，二哥，嫂子，你们都快别在这儿站着了，我还是先带你们去住的地方吧。顾青青一早就把住的地方给大家收拾出来了，于是一路领着梁氏和徐安他们去了提前给他们准备的屋子。娘，二哥，你们先把自己带来的包袱收拾一下，我这会儿去吩咐厨房好好做上一桌子好吃的。难得这次二哥和嫂子都一起来了，今天中午咱们可要好好的吃上一顿。听说梁氏和徐安他们来了，沈氏也忙带着顾宁秀姐妹2个人过来打招呼。哎呦，亲家母啊，你可算是来了，轩哥这几天就一直盼着你们能来呢，今天早上还在我跟前念叨，我说指不定你们今天就来了，这可不就被我说中了吗？沈氏笑着同梁氏说话，顾青青带着丫鬟去厨房安排吃食去了。今天二哥他们来，顾青青吩咐厨房多比平时做了好几个菜。吩咐完今天中午的吃食，顾青青还带着下人给梁氏他们送了茶水点心过去。娘，这茶味道不错，你和二哥都尝尝看。亲家母啊，听说你和亲家公闹和离了，不知这可是真的吗？刚刚还笑着的梁氏，在听了沈氏的话之后，面上的笑容顿时就僵住了，一时间屋子里的气氛有点尴尬。沈氏也感觉到不对劲儿了。亲家母，不怕你笑话，
确实已经和几个孩子的爹和离了。啊？为什么呀？好好的，你们怎么会和离了呢？唉，亲家母啊，现在老三和老五都不在，此事还是等老三和老五回来我再说吧。梁氏要等徐行和徐明轩两个人回来，才肯说他和徐忠诚和离的原因。顾青青怕他娘再问，娘，静根和元姐应该睡醒了，你帮我去看一下他们。说到静根和元姐，徐安和苏锦娘夫妻两个人相互对望一眼。弟妹，静根儿他们出生的时候，二哥不在京城，也没能给他们兄妹二人送上满月礼。这对小金锁，二哥早在半年前就给他们准备下了。谢谢二哥。徐安提出来要一起去看看两个孩子。弟妹，你是不知道，娘在我们跟前一直都念叨着静根和元姐呢。我和你二哥早就想看看他们了。正好，娘啊也有几个月没有见他们了。老二，娘和你们一道去看看他们吧。娘，我也去。于是一行人一起去了奶娘住的屋子里。顾青青他们到的时候，两个孩子还没醒呢。一行人围在床边，苏锦娘打量着床上两个粉雕玉琢的小人，越看越是喜欢。弟妹，他们长得可真好看呢。苏锦娘看着静哥和元姐儿，不由得想到她腹中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眼底的神色也在这时微不可察地暗了暗。徐小山轻轻伸手过去碰了碰静哥的小手，大家都没注意到苏锦娘面上的神色，可徐安却注意到了，不着痕迹的从底下握住了小媳妇儿的小手。苏锦娘突然被一只宽厚的手掌握住，下意识扭头就对上了徐安踏实安稳的目光。她知道徐安是在安慰她，苏锦娘也对徐安笑了笑。徐明轩今天是和顾燕一起回来的，听说梁氏和徐安他们已经来了，脚下一溜烟就迫不及待跑去了梁氏住的地方。娘！徐明轩见到梁氏和二哥他们，听说他娘梁氏和他爹徐忠诚确实是和离了。娘，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和我爹和离呀？徐明轩从来就没想过他爹会和他娘和离。梁氏许久都没有见到徐明轩了，听了徐明轩的话之后，梁氏顿时就沉默了。二哥，你倒是说话呀！娘和爹为什么和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徐安看着徐明轩也没开口。二哥，娘，你们倒是说话呀！怎么你们都不说话呀？老五啊，你三哥还没回来，这事儿还是等你三哥回来再说吧。梁氏坚持要等徐行回来再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徐明轩等得抓耳挠腮，好不容易等到徐行回来。娘，现在三哥都已经回来了，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了吧？轩儿，你可知你爹上次为何突然来了京城？爹不是说来接你回去照看小山的吗？顾青青听到这儿却是心下一凛。徐明轩不知道，顾青青和徐行却是清楚徐忠诚上次来到京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不，你爹上次来并不是来找娘回去照顾小山的，而是说到这儿，梁氏声音颤抖地把目光落到了徐行身上。娘，你快说呀，而是什么？而是奔着帮人陷害你三哥来的。梁氏这话一说完，屋子中一下静得可怕。什么？娘，你在说什么？爹他怎么会害三哥呢？不，这不可能，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的。老五，娘也不想相信这是真的，但这确确实实是真的。你爹上次来京城，也确实是帮着楚府的人来陷害你三哥的。徐明轩依旧不相信梁氏说的话，嘴里不断地说着不可能。梁氏看着自己的儿子，叹了口气：唉，轩儿啊，你要是不相信娘说的话，你可以去问你二哥。你问了你二哥就知道娘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了。
二哥，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徐安却看着他，并没开口说话。徐安的沉默也让徐明轩意识到，他娘刚刚说的话不是假的。轩儿，娘知道你很难相信，但是你爹上次来京城，确实做了对不起你三哥的事儿。老三，是娘对不住你呀。娘不知道你爹的上次来京城，竟然是楚府的人去把他接过来的。那楚府的人给了你爹银子，你爹那没良心的竟然就真的答应了楚府的人，帮着他们做事。上次你爹来京城，就是给楚府做内应来的。他不仅几次三番想劝你回楚府去认祖归宗，还差一点和楚府一起联手陷害了你。好几次你爹都去了你和青青住的屋子外头，想要去你们的屋子里帮楚府的人偷他们想要的东西，还答应着帮楚府的人监视徐府。徐明轩脚下的步子又再次往后退了一步。顾青青和徐行两个人面上都没有太大的表情，他们两个人早就知道了徐忠诚来京城的目的，也知道徐忠诚上次来京城是被楚府的人给收买了的。当初徐忠诚几次三番在他和徐行的屋子外头徘徊，顾青青就猜测到徐忠诚是意图不轨，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在他和徐行住的屋子中张望。没想到徐忠诚竟然还想去他和徐行住的屋子里偷东西交给楚府。要是顾青青猜得不错的话，徐忠诚肯定是想去他们的屋里偷到徐行的贴身之物。只要徐忠诚把东西偷去了给楚家的人，那楚家人就可以把那样东西作为徐行带人去偷盗国库银子时留下的证物。好一个徐忠诚，竟然还想和楚府的人一起置徐行于死地。好歹徐行也是叫了徐忠诚10年爹的人，他竟然能下这样的狠手。不，这不可能，爹他怎么会害三哥呢？就算三哥他不是爹亲生的，可是三哥也是爹养大的，三哥还教了他这么多年的爹，爹又怎么可能会害三哥？唉，安儿，你来告诉你五弟，娘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五弟，娘说的都是真的。娘，你和二哥怎么就能肯定爹是真的帮那个楚府做事了？有证据吗？要是没有证据，我们会不会冤枉了爹他老人家呀？老五，这话可是你爹他亲口说的，他亲口承认了。五弟，二哥知道你一时很难相信爹会害三弟，可是这确实是真的事实。爹真的收了楚府的银子，当初爹离开京城是不告而别的，你可还记得？爹之所以会不告而别，那是因为楚府的人陷害三弟的阴谋败露，爹怕事情牵连到他的身上，这才连夜收拾了包裹跑的。唉，老三媳妇儿，你们爹这次做了这么糊涂的事儿，还差点害了你们，是娘对不住你们呢。娘，上次的事情和你无关，你也没有对不起我。娘，相公说的对，这件事你没有做过，就不能怪你。你也不要觉得有什么对不起我和相公的。再说了，其实我和相公早就知道，爹来京城是帮楚府做事的。什么？老三媳妇儿，你说你和老三早就知道你们爹来京城是帮楚府做事的？梁氏一脸的不可置信，不仅是梁氏，就连一直没说话的二哥二嫂也在这时吃惊不已地看着顾青青。三哥嫂子，你们要是真的早就知道了爹当初是来帮楚府做事的，那你们为何还会让爹从京城逃回来？是啊，老三，既然你和老三媳妇早就知道了这事儿，为何你们当初没有告诉给娘听啊？也没有跟娘说过一个字。难道三哥是故意放爹离开的？唉，老三，你到底是念着和他的父子之情，可他呢？可是那个你叫了多年的爹。唉，三弟三妹，不知你们是何时发现爹和楚府的人有关？其实一开始我和相公也只是怀疑爹，
当时爹到了京城之后，就几次三番的劝相公回楚家去，言语之间都是对楚家人的维护，让我和相公二人觉得奇怪。再后来，我好几次都发现爹在我和相公的门外鬼鬼祟祟的，我这才起了疑心。相公一查，果真查到了爹这次来京城确实是楚府人将他接来的，也查到了爹在帮楚府做事。老三，既然你都查到了，为何你不告诉娘？娘，三弟不告诉你，那肯定也是怕你和爹因三弟的事生了嫌隙。娘，爹是拿了楚府的银子，他来京城也确实是被楚府收买来帮楚府做事的。但是据我所查，爹也没有真的从徐府查到什么有用的消息送给楚府。三弟，你后来在知道爹偷偷离开京城并未阻拦，也是故意放他走的？徐行没有再说话，大家也都明白，徐忠诚上次能从京城里逃走，其实也是徐行故意放他走的。娘，所以你和爹和离就是因为这事儿？不是。那是为何？你爹帮楚府做事那件事情，娘知道了之后，原来是想让你爹向老三好好的赔个不是。娘可以当你爹是一时糊涂，谁知道你爹竟然……娘，爹他还做了什么事吗？老五，你爹他就不是个东西。你爹那个没良心的，竟然还想把你三哥和嫂子在镇上的铺子给霸占了。不仅是镇上的铺子，还有老三夫妻两个人当初在徐家村置办的那些良田，你爹还想把他们全部都拿过来分给你大哥他们。爹他怎么可以这么做？铺子和田产那可都是三哥和嫂子买下的，爹他怎么可以把三哥和嫂子二人置办下的田产和房子全都占为己有呢？你爹为了强占你三哥和嫂子的铺子，还想把你二哥和嫂子给赶出去。当初老三媳妇把铺子的钥匙给了娘，让你二哥在他们当初买下的铺子里做生意。你爹为了强占下铺子给你大哥和嫂子，竟然还砸了你二哥的酒馆。这……徐明轩直接就愣住了。顾青青也想不到徐忠诚竟然还想霸占他们买下的铺子和田地。哎，你二哥被你爹闹的生意都做不了了，娘怕呀，怕你爹真的带人过来把铺子给霸占了，就只能把铺子给关了。后来呢？后来爹还打了娘，不仅打了娘，还把娘从三弟和弟妹的屋子中赶了出去。爹他竟然把娘从屋里赶了出去！三弟和三弟妹他们在村里建的屋子，现在不仅爹住着，还有大嫂夫妻二人也堂而皇之的搬了进去。爹他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那些可都是三哥和嫂子的东西，爹怎么能够占为己有呢？爹说三哥白吃白喝被他们养了10来年，难道他不该问三哥要点东西？还说就算是三哥将铺子和田产全部都送给他，怕是也不够还他白养三哥的这些年。徐明轩听完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都不相信他爹竟然能做出这些事儿。三弟，这是回春堂的钥匙，那间铺子二哥没有让大哥夺走，至于田产二哥也帮你保住了，没有让爹他老人家占去，只是你和弟妹在乡下建的房子，现在已经被爹和大哥一家给占了。顾青青看着二哥徐安放到他相公跟前的钥匙，别说徐明轩吃惊不已，就连顾青青也没想到那个徐忠诚竟然还想霸占他们在徐家村那边的田产和铺子，更没想到他爹徐忠诚竟然将他婆母梁氏都从徐家给赶了出来。爹他简直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将娘从徐家赶出来呢？再说了，那个房子可是当初三哥和嫂子建的，三哥和嫂子既然当初将房子留给了爹和娘二人居住，那要赶也该是三哥和嫂子赶人，什么时候轮到爹将娘给赶出来了？娘，你放心，儿子会去帮你讨回个公道的。二哥，这次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等你们回去的时候，我也同你们一起回去。我这次回去不仅要帮娘讨一个公道，
更是要帮三哥他们把房子给要回来。老三，你现在不是在莫将军的府上做事吗？你要是回去了，那莫将军府上的差事怎么办？将军府的差事我会和莫将军说的，大不了以后再另外重新找一份差事做。这怎么行？你现在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正经的差事，怎么能说不做就不做了？娘的事情我会和你爹自己去解决，你只管好你自己要做的差事就行了。娘，我要是不回去，难道真由着爹真的将你从徐家给赶出来吗？还有三哥他们的房子，难道也由着爹和大哥他们一起都给霸占了？老五，娘说不许回去就不许回去，你在京城好好做你的差事，别的事情娘会和你二哥商量。娘，你和二哥要是真能够解决爹和大哥那件事，你们又何必不远千里来京城告诉我们这事儿呢？既然你和二哥都解决不了，那就让我回去帮你们解决。五弟，不知你打算怎么帮娘解决此事？要是大哥他们不肯搬走，我就去揍他们。他们要是一天不搬走，我就揍他们一天，直到他们搬走为止。那爹呢？难道等你回去还能连着爹他老人家也一起揍了？这……五弟，二哥知道你对爹这次做的事情很是气愤，二哥又何尝不是呢？只是二哥和娘这次来京城，我们都不打算回去了。啊？你和娘都不打算回去了？二哥，你和娘他们要是不想回去的话，那就在这安心住下来。反正我和相公的宅子够大，也有地方住，你们想住多久都行。哈哈，弟妹啊，不瞒你说，二哥已经在京城外的城郊找到了一个住的地方，而且买了下来。虽然房子不算是太大，但是也足够二哥和你嫂子他们住了。弟妹，除了在城郊买了住的地方，我和你二哥这次还打算就在京城的城郊开个小酒馆做生意，就连酒馆的位置我们都已经选好了。这次我和相公不是耽搁了几天才来京城吗？就是因为小山的病好了之后，我们意外的听说有一处小酒馆要打出去，我和你二哥一听就先去打听了一下。那铺子你们可租下来了？五弟，铺子我和你二哥已经将它买了下来。买下来了？二哥嫂子，这京城的铺子可不便宜，你们又买房又买铺子的，银子够吗？哈哈，五弟呀，不瞒你说，这半年多我和你嫂子在徐家村的镇上开酒楼做生意，还是攒下来一笔不少的银子。特别是后来呀，三弟和弟妹将铺子借给二哥开酒馆再用后，省掉了租子钱。弟妹他们的铺子位置又好，对面就是麓山书院，每天来吃饭喝酒的客人都多，就连晚上天黑后也有不少来酒馆吃酒的。二哥和你嫂子这次来京城，我们把我们攒下的银子也全都带了过来。五弟，这京城的铺子虽然不便宜，可是我和你二哥是在京城郊外有点偏远的地方买下的房子和铺子，倒是也不是太贵，细算下来也没有比我们徐家村的铺子和宅子贵多少。二哥，这么说你和二嫂就打算在这边开铺子住下了？娘在乡下一直惦记着你和三弟，娘放心不下你们。小山也时常念叨你和他三哥，搬到京城来，不仅娘能时常看见你和老三，小山这下也不用时时念叨你和三弟了。要是不回去，那爹呢？难道就由着爹把三哥和三嫂他们的房子给强占了？五弟，我和娘的打算是现在先在京城安顿下来，至于爹和大哥的事嘛，等我们先在这边安顿下来后，今后二哥会把三弟他们建房子的银子给他们。二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何要把三哥他们建房子的银子给他们？难不成你是想将三哥他们建的那处房子给买下来？不错，五弟，二哥确实打算将三弟他们建的房子给买下来。这是为什么呀？二哥，你是想将房子买下来给爹和大哥他们住？弟妹，爹他老人家如今做了不少对不住你和老三的事儿，现在更是带着大哥去强占了你和三弟的屋子，
二哥也没脸让你和三弟把房子给爹和大哥他们一大家子住，所以你就打算买下屋子，将屋子给大哥和爹他们住？五弟，徐家的房子当初被四弟媳妇一把火烧成了灰烬，除了老三他们新建的屋子，爹也没有别的屋子住。就算是爹再不对，可终究是我们的爹，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连个地方都没有住。现在我既然已经带着娘和小山他们搬到了京城，那处房子嘛，二哥买下来就当是给爹一个落脚的地方。至于大哥夫妻，如今我们都搬到了京城，那就让大哥夫妻和爹他老人家同住，以后照管爹的事也就交给他们夫妻二人了。徐明轩这下也没有再说什么。三弟弟妹，你们在徐家村新建的那个房子的银子，二哥以后会把钱给你们，那处房子就给爹他们住吧。顾青青和徐行两个人相互对望了一眼。二哥，罢了，银子你不必再给我们，我也在徐家住了10年，还叫了他10年的爹，那个房子就当是我给爹住的。梁氏想不到徐行到现在竟然还同意把房子给徐忠诚住。二哥，相公说的不错，那个房子就当是我和相公给爹住的，你也不必再给我们银子。不管怎么说，相公在徐家住了10年，那个宅子就当是看在那10年的情分上给他住了。顾青青虽然嘴上是这么说，但是顾青青实际上是看在了二哥和他婆母梁氏的面子上，才会把徐家村乡下他们新建的房子给徐忠诚和大哥他们住。三弟弟妹，可是……二哥，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也别再说什么了。二哥，青青说的不错，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你和二嫂也不必再多言。二哥三哥，就算是你们把房子给了爹和大哥住，你们怎么就能保证大哥真的会照管爹呢？依我看呢，就大哥和嫂子那二人的德行，他们二人未必真的会照管爹。顾青青也觉得大哥大嫂将来怕是还真的不会照管徐忠诚的。虎弟，这事儿好办，要是大哥和嫂子到时候不照管爹，那就把房子收回来就是了。他们现在虽然是在那屋子里住着，可是他们手中却没有房契，没有房契，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想将他们二人赶出去，那都是名正言顺的。弟妹说的不错，到时候只要大哥夫妻二人不照管爹他老人家，那就把他们从屋里赶出去就是了。虽然徐安和徐行都这样说了，可徐明轩心底仍然有些气愤。二哥，你们不是说爹他当初来京城是为了收那个楚家人的银子来办事的吗？既然爹他收了楚家人的银子，那他就也不是没有银子来买房子呀。他既然有本事将娘从屋子里赶出来，就该让他自己买房子住去。徐明轩愤愤不平，知道梁氏和公爹徐忠诚和离的原因，顾青青让梁氏和二哥安心的在徐府住下。天色不早了，顾青青让梁氏早点歇息，和二哥他们一起从屋子里走出来。三哥，没想到娘和爹真的是和离了，也没想到爹他竟然……五弟，娘就算和爹和离了，他有什么？有我在，我自会养他一辈子。三哥，你说的是，娘就算是和爹和离了，那不是还有我们吗？我徐明轩也会养着我娘的。再说了，不是还有二哥在吗？养娘的事怎么能让三哥你一个人来，也要算我和二哥一份的。养娘的事怎么能让三哥你一个人来，也要算我和二哥一份的。二哥，你说我说的对吧？哈哈，五弟，你说的不错，养娘的事也有你我一份，怎么就能让三弟一个人来养娘呢？二哥他们就这样住在了徐府。徐小山要读书，徐行也很快就把徐小山读书的事儿都给他安排妥当。这不，挑好了书院之后，青青，这是书院的名字，你去跟娘说一声，过2天就直接让小山去学堂读书就行。相公，这事儿我会去和娘说的。顾青青安排了府上的下人去给徐小山置办了上学堂要用的东西，又把笔墨纸砚全都给徐小山送了过去。梁氏看着桌子上送来的那些东西，老三媳妇儿啊，给小山准备这么多东西，辛苦你了。还有，
你这买了这么多笔和纸给小山，他哪儿用得完呢？娘，这些东西我都是吩咐下人去准备的，就是动动口而已，也没啥辛苦的。这些笔和纸，小山要是用不完，就留着以后慢慢用。对了，娘，小山呢？怎么没有看见小山？小山估计是去和七七一起读书认字去了。顾燕给楚七七请了私塾，每天会来徐府教楚七七读书认字。听说徐小山和楚七七一道看书认字去了。娘，你看这个，这是相公给小山找的书院，上面写的是书院的名字。明天我就会送小山去书院，以后小山就在书院里读书上课。老三媳妇儿啊，小山的事儿真是麻烦你和老三了。娘本来还想让小山在城郊的学堂读书的，你二哥不是在那儿买了一处住的地方吗？小山在那儿读书也方便。顾青青觉得，自从徐行的身世说破之后，梁氏在他们面前说话也变得有些拘谨了。特别是梁氏这次来京城，顾青青更是明显地感觉到梁氏不自然。顾青青上前挽住梁氏的手，娘，别这么说，小山也是我和相公的弟弟，这点小事儿没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还有，你是相公的娘，也就是我的娘，往后可不要再对我们说这些麻烦的话了。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生分了。顾青青这样说，梁氏一愣，嘴上也没有再说什么。顾青青看完了梁氏，又看了看飞烟姑娘。飞烟姑娘的伤一天好似一天了。顾青青帮飞烟姑娘换完了药之后，感觉到身边的刘妈妈一直看着她。怎么，刘妈妈，你可是有事吗？徐夫人，不是婶子有事，而是我们家小姐有事。顾青青下意识把目光看向了躺在床上的女子。飞烟姑娘，不知你有何事要说？飞烟姑娘刚要开口，突然眉心一蹙，就又咳嗽了起来。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姑娘觉得她身子好多了，已经在徐府打扰你和徐大人这么多天，我们家姑娘她想回去了。你想搬走？徐夫人已经在府上叨扰这么久了，我也想搬回去了。可是你身上的伤，徐夫人，有劳你这些日子的照顾，飞烟身上的伤已经好了不少了。飞烟姑娘，你身上的伤重，现在还是不宜挪动，以免途中颠簸触动伤口。夫人放心吧，飞烟自己的身体我心中有数，不会有事的。既然飞烟姑娘坚持要离开，顾青青倒是也没有再留她。飞烟姑娘，这样吧，不知你住在哪儿，我安排小顺子送你回去。小顺子的车赶得稳当，有他送你，你也尽可放心。飞烟姑娘笑着谢过了顾青青。飞烟姑娘收拾了包袱离开，顾青青也把飞烟姑娘需要每天吃的药都给她准备妥当。送走了飞烟姑娘，沈氏也带着顾宁秀母女二人走过来。顾宁秀今天穿得很是娇俏，似乎脸上还抹了点脂粉。顾宁秀很少往脸上抹脂粉的，顾青青就不由得多看了顾宁秀两眼。娘，大姐，我去绣房送绣火去了。怎么又去送绣活呀？你不是前2天才刚去过吗？我这儿还有几张新绣的帕子，也一并给绣庄的掌柜送过去。奇怪呀，你这三妹最近怎么总是奇奇怪怪的，成天都见不着人，也不知道她最近到底在做什么。娘，三妹最近经常看不见人吗？可不是嘛。哎，你这三妹最近怎么老是往外跑啊？每次娘问她，她都说是去送绣活了，也不知道那孩子跑出去做什么。顾青青却想着刚刚顾宁秀说话时面上娇俏的模样，她若有所思。虽然顾青青现在并不敢肯定，但是莫名的，顾青青猜测她三妹顾宁秀是不是在外面有喜欢的人了。哎，青青啊，你在想什么呢？四处张望了一眼，沈氏又把顾青青拉到一旁去说话。闺女，娘现在有话要问你。娘问什么？
青青啊，那徐家人现在拖家带口都来了，难不成这以后他们都要赖上你和女婿不成？那天梁氏说他和徐忠诚和离的原因，顾青青故意将他娘支走了。沈氏并不知道徐安他们已经在京城的城郊买好了住的地方的事儿。沈氏以为徐安他们这次来就打算赖在这儿不走了。不等顾青青说话，沈氏又道：闺女啊，那个梁氏是女婿的养母，这倒是也罢了，他住在这儿，娘也就不说什么了。可是那个徐安还有徐小山，这些都是徐家人，别说他们不是女婿的亲兄弟，就算他们是女婿的亲兄弟，那也没有理由一直让你和女婿两个人来养着的道理吧。可是那个徐安还有徐小山，这些都是徐家人，别说他们不是女婿的亲兄弟，就算他们是女婿的亲兄弟，那也没有理由一直让你和女婿两个人来养着的道理吧。闺女，听娘的，等他们住几天，你和女婿再找个机会好好跟他们说道说道。虽不说让他们立刻搬出去，可是也不能让他们一直在这儿住下去，你说是不是？娘，那徐家人当初可是救过你和三妹他们几个人的命，你怎么现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当初要不是五弟三妹的清白，怕是早就被那个姓楚的给糟蹋了。还有你和七七，怕也是早就被楚家给搓磨死了。徐家人当初可是救了你和三妹，你现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沈氏一愣，当初他和两个女儿的命确实是徐家人救的。顾青青这样说，沈氏这下一时也说不出话了。娘，别说二哥他们现在已经在城郊买了住的地方，就算是二哥他们没有买住的地方，你但凡能念着点当初徐家人救过你和三妹他们性命的情分，也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来。青青啊，娘也只是为你考虑，娘没有想。沈氏是个当娘的，她当然是多替自己的闺女考虑，一时就没有想那么多，倒是忘了徐家曾经救过他们母女三人性命的事。这会儿沈氏心虚了，你刚刚说你二哥他们已经在城郊买了住的地方，可是真的？顾青青没有回答沈氏的问题，而是看着他沉下声音。娘，徐家的二哥待我一直亲如兄长，我也从心底里当他是我的亲兄长，他来徐府住多久都行。以后这种话你还是别说了。顾青青说完，留下了还在原地发愣的沈氏，就转身离开了。飞烟姑娘搬走的事儿，顾青青在徐行晚上回来之后就把这事儿给他说了。徐行听了倒是也没有多问，就只是略略的点一下头，就没有再问别的了。我还让小顺子问了下飞烟姑娘住的地方，虽然她身上的伤势好了些，可她伤得太重，还要至少吃上2-3个月的药才行。既然那位飞烟姑娘是因为帮你查找证据才受的重伤，那我也会安排人每月按时定量把药给她送过去，省得她再另外去抓药了。这些小事徐行全凭小媳妇自己安排。顾青青见徐行坐在那儿，手上拿了一个请帖。相公，这是谁给你送的帖子呀？楚府？难道是楚怀胜送来的帖子？自从上次听说楚怀胜要成亲续弦了之后，顾青青也忘了这茬。这会儿突然看见写着楚府2个大字的帖子，顾青青这才又想起来。算算日子，那楚怀胜成亲的日子好像就在这几天。徐行没有说话。相公，那楚怀胜怎么会给你送请帖？青青，不管那个楚怀胜的目的是什么，都和我们无关。那这楚府送给你的帖子，你打算扔了就是了。楚怀胜成亲那天，徐行也没有去过楚家，顾青青却听说楚怀胜大摆席面。虽说是续弦，可由于楚怀胜这次续弦的人是萧夫人，京中的权贵们看在萧夫人的身份尊贵的份上，也大都给了楚怀胜面子，去楚府送了礼。这姓楚的老头这几天还真是够他风光的，这京城中唱大戏的怕是这几天全都被那个姓楚的折腾到他府上去了。亏他一把年纪了，续个弦还能这么折腾。哼，他不折腾，京城的人怎么知道他攀上了瑞王妹妹这根高枝了？
那个姓楚的可真不是个东西。穷的时候骗取了三哥他娘养他读书，一高中就抛妻弃子，立刻娶了相府千金。现在那相府倒了，他竟然还又攀上了瑞王的妹妹。那姓楚的老头到底有啥好的呀？都一把年纪了，还能骗到瑞王的妹妹？楚怀胜既然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靠女人上位，那就说明楚怀胜哄女人应该还是很有一套的。弟妹，楚怀胜今天成亲，他到底是三弟的亲爹，三弟他不会有事吧？三哥和那个姓楚的早就没什么关系了，姓楚的爱成亲成亲，想续弦就续弦，关三哥什么事啊？老三媳妇儿，今天老三怎么还没回来呀？小许是有什么事耽搁了？梁氏没有再说话，倒是沈氏急急忙忙从外面跑进来。青青，你三妹今天早上一大早就走了，怎么现在还没回来呀？三妹今天不见了一天，娘以为她又去送绣活了，没想到她出去之后到现在都没回来。娘，你说什么？三妹不见了一天了？燕儿，你说该怎么办呢？你妹妹秀她该不会出事了吧？亲家母，别着急啊，宁秀姑娘肯定不会有事的。娘，这样吧，我现在就安排人去找三妹。顾青青正准备安排人去找顾宁秀，苏锦娘就从外面走了进来。你们是要找宁秀姑娘？你看见宁秀姑娘了？我刚还看见宁秀姑娘好像心情不错的，往她住的院子那边去了。顾燕一听，已经闪身从屋里跑了出去。那我们现在去三妹住的屋子里看看去。顾青青到的时候，顾燕已经提前到了一会儿。顾宁秀这会儿果然正在她的屋里头坐着。顾燕问她今天一天去哪儿了，顾宁秀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顾宁秀一向对自己这位二哥有点害怕，这会儿又被顾燕盯的是一脸的心虚。看见走进来的顾青青和沈氏，顾宁秀一下欣喜的跑过去。娘，大姐，你们怎么也都过来了？不仅是顾青青、沈氏，就连梁氏和徐家人也都跟着一起过来了。顾宁秀一下看见这么多人，有点懵了。哎呀，你还说呢，这一整天的你到底去哪儿了？也不和娘说一声，娘这一天都没有看见过你，你又是个姑娘家，在这京城人生地不熟的，你要是在外面出点什么事儿，那该怎么办呢？娘，我能出什么事啊？我不就是去京城四处逛了逛吗？再说了，这大白天的，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伤人啊？去哪儿逛了？就在京城四处随便逛逛而已。你在哪儿逛能逛一整天呢？你这孩子最近可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连续几天天天往外跑，前几次还知道出去半天就回来。哎，你今天倒是好啊，出去一天才知道回来，是不是再过2天你连晚上都不打算回来了？你是不是打算还在外面留宿过夜了？不等顾宁秀说话，沈氏又怒道：从明天起都不许再给我离开房间半步，一个姑娘家成天往外跑，简直是不像话。娘，你不能将我关在房间里，我今天不过是听说京城里的东湖很是热闹，去游湖。你和谁一起去的？没谁，就我自己。据我所知，东湖那边是夜市，白天的人并不多，你怎么会白天去游东湖呢？东湖是晚上才热闹，不过东湖的两岸有唱戏的，还有说戏本的，我听着那说书的戏本说的有趣儿，就多听了会儿。那说书的说的是有多有趣呀？你能听一整天？娘，女儿知道错了，以后女儿都不会再像今天这样了，你就原谅女儿这次，好不好？好不好嘛？顾宁秀借口是在东湖听说书的听了一整天，沈氏却并没有饶他，还是罚他在屋子中关上了几天。一行人从顾宁秀的屋子中出来，沈氏还是被气得脸色难看。哎，亲家母啊，仔细别气坏了身子，秀儿那个孩子我瞧着是个听话懂事的，今天这事儿啊，只是孩子年轻贪玩了些，
你呢，也别和孩子一般的置气。哎，亲家，你是不知道，秀儿那孩子不像我家大女儿这般叫我放心，那个孩子整天胡闹，拘束着些还好点，要是再由着他这么胡闹下去，指不定能闹出什么大乱子呢。顾宁秀的事儿是顾家的家事，徐安和徐明轩几个人虽然也跟过来，却也没有多言。这会儿徐安扶着梁氏回了他们住的院子，沈氏也去看楚七七那个小丫头去了，只留下顾青青和顾燕姐弟两个人还站在原地。大姐，你随我来，我有话要跟你说。顾青青知道顾燕要说什么，于是跟着顾燕去了旁边。二弟，你可是要和我说三妹的事情。大姐，你可信三妹今天说的话？二弟，我一会儿会去单独问一下三妹的。大姐，那三妹的事就交给你了。顾青青同顾燕说完话之后，又再次去了顾宁秀住的屋子外。顾宁秀被沈氏禁足惩罚，顾宁秀本来还生气不乐意，后来看到桌子上的香囊，顾宁秀顿时又笑了出来，把桌子上的香囊拿到手上。顾宁秀捏着香囊，小脸上不由得有些娇羞。突然从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谁啊？三妹。发现是顾青青，急忙往门口走，去给顾青青开门。大姐，你有事吗？我们姐妹二人也有些日子没有好好说过话了，回来同你说说话。顾青青说完，见顾宁秀整个人愣在那儿。怎么？难道你不想和大姐说话？没有。顾青青进去之后，顾宁秀站在旁边也没敢坐，整个人罚站似的站在了顾青青跟前。坐啊，你站着做什么？顾宁秀反应过来，这才又在顾青青的对面坐了下来。三妹，你老实告诉大姐，你今天当真是去东湖听说书的说了一天？对啊，我今天就是在东湖听了一天说书的说话本子。大姐，我本来就打算听一会儿的，没有想到那说书的话本子说的那么有趣，就一时忘了时间，多听了一阵儿。三妹，既然你说是在听话本子，那不知今天说书的到底说了什么有趣的话本？就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嗨，话本子嘛，无非就是穷书生喜欢上千金小姐的故事。顾青青看了顾宁秀一眼，就在顾宁秀以为她大姐还要问什么的时候，顾青青却突然起身站了起来。三妹，今天你在外面听了一天的话本子，想来也累了，那你就歇会儿，一会儿大姐会安排下人把吃的东西给你送过来的。大姐，可是娘不是说……放心吧，娘不会知道的。大姐，还是你对我最好了。顾青青从顾宁秀的屋子里走出来，顾燕还在外面等她。大姐，怎么样？三妹可对你说了什么？三妹对我说的就是刚刚在娘跟前说的那套。顾燕挑眉，顾青青和顾燕姐弟二人相互望了一眼，两个人都知道顾宁秀没有说实话。大姐，我去亲自问她去。二弟，三妹对我都不肯说，你去问她，她多半也不会说的。那怎么办？要想知道三妹这几天跑出去都做了什么，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大姐，你的意思是？不错，只要安排几个人跟着三妹，就知道她到底去干嘛了。顾燕也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晚上徐行喝得酩酊大醉的回来，顾青青很少见徐行从外面喝得这么醉回来。相公。徐行却在抬头看了顾青青一眼之后，猛地一把把她扣入了怀里。相公。徐行却在这时扑通一声把头砸在了顾青青的肩膀上，晕了过去。相公，相公，将徐行扶到床上去。突然徐行就在床边吐了起来。相公，你怎么样？徐行并没有清醒。顾青青见徐行这样，怕是他醉得不轻了。徐行吐了一阵之后又再次晕了过去。不行，他还是给他熬点醒酒汤。
一边吩咐下人去厨房煮醒酒汤，一边安排人将徐行刚刚吐的东西给收拾了。下人也很快将煮好的醒酒汤送过来。顾青青从丫鬟的手上端过醒酒汤，喂完了徐行喝醒酒汤，低头看着躺在床上清俊绝尘的男人。现在他已经喝了醒酒汤了，只要睡上一觉，明天早上醒过来就没事了。顾青青刚要起身，别走娘，别走！听见徐行在喊娘，顾青青整个人都怔住了。顾青青看着徐行，头中出现小小年纪的徐行，亲眼目睹他娘惠夫人和他那2个还未出世的弟弟一起被火海吞噬的画面。下意识，顾青青反手握住了徐行的手。青青，青青，相公，我在这儿。青青别走，青青别走。不走，相公，我不走。由于顾青青的安抚，徐行逐渐安静下来。第二天，顾青青刚带着下人走进房里，就见徐行已经坐了起来。相公，你醒了。青青，他们是……昨晚你喝醉了，想来你昨天就没有吃过什么东西。这是今天早上我特意吩咐下人给你准备的清粥和几个小菜，都是清淡的。既然你醒了，就起来吃点吧。顾青青说着，丫鬟们也已经将饭菜都放到了桌子上。昨天的事儿，徐行没有提，顾青青也就没问。2个人简单吃了饭，徐行又离开去了大理寺。顾青青收拾衣服的时候发现，徐行昨天穿的袍子上好像有一股血腥的味道，还有明显的一股药味。莫非徐行昨天去过关押楚夫人的那个地牢？